所以朋友們，沒有任何事情是過不去的坎兒，只要把心理上的問題、精神上的問題解決，物質世界的困難一碟小菜。今天的中国 U23， 今天的皇馬帶給我們的東西，帶給我們的喜悅和歡樂，還有背後的思考，我們將記得很久很久。好的，朋友們，昨天的歐冠比賽基本猜中，可是中国 U23 竟然贏了越南，還是大勝，太高興了。那麼咱們趕緊把明天的歐冠先預測一下，分別看好馬德里競技、拜仁、切爾西、尤文圖斯、利物浦和巴塞羅那。這裡最關鍵的是利物浦現在斯洛特的壓力特別大，所有人都將阿隆索的下課矛頭指向了斯洛特。那麼謝謝大家對節目的支持，有任何看法歡迎您在留言區評論。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，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，咱們這就開始。今天 U23 的中國隊打得真好啊，難得有這麼好的一场比赛。上周老 K 專門為中國 U23 做了一期節目，今天沒想到，本來我是猜可能打不過越南，結果3-0脆勝。所以看來在東南亞各國的足球頭上仍然有中國隊这座大山給壓着。老 K 之前說過， U23 國足最大的亮點就是主教練西班牙人安東尼奧。安東尼奧普切已經53歲了，過去的執教生涯一直都是助理教練，只有来到中國各级国家隊之後，從2018年帶中國 U16 開始就當了主教練。這主要還是因為他球員時代的榮譽不夠顯耀，整個球員生涯最大的榮譽是在1994到95年拿過西班牙乙級聯賽的最佳射手金靴。那麼今天安東尼奧也帶領中國 U23 在歷史上首次晉級了 U23 亞洲盃決賽，創造了歷史。當他賽後進入新聞發布會廳，收穫了記者們的掌聲。特別是在70分鐘，越南隊當時已經2球落後，場邊拜赫拉木和王玉棟上場，一兩超跑，一两半掛，他倆一上已經宣告這場比賽提前結束。另外像這種大賽8強通過點球決勝，4強拿個3-0，決賽又打衛冕冠軍，這一集是誰的劇本？球迷們好像看過。好吧，決賽是不是要打成3-3，靠點球大戰擊敗日本呢？所以老 K 過去不太談中國足球，因為中國足球和足球它看着像，其實是2種運動。但是但凡想給中國足球提點建議的話，國家隊和各級国青队必須要堅持用外教，包括各個俱樂部必須要堅持用外教，最好還是從像歐洲、像西班牙這些地方請，堅持不懈地打造傳控為基礎的足球。至於4-3-2-1還是3-4-2-1，那倒無所謂。今天中國 U23 也是老 K 重點介紹重慶隊的項余望，太帥了！他在禁區外轉身掄了一個死角，多少年沒有看過國足進這種球了。過去在中甲時代，項余望也有一個球進的也是神仙球。在中甲，項余望做這個動作的時候，基本就是飛球門的右上角。所以今天那一下太標準的擺脫射門了，當他一轉身就知道這個球穩了。重慶球王在預選賽被罵得太慘了，今天是有點自我救贖的味道。今天在關鍵的半決賽，主教練安東尼奧排出了非常讓人意外的首發陣容，11號蒯繼文和項余望搭檔，4-4-2，他倆是鋒線，雪藏了10號王玉棟和9號拜赫拉木，但是沒有想到收到奇效。今天可以說比賽的各個層面全部領先越南，球員的個人能力首先就發揮得非常出色，在後場的出球太穩了，戰術方面也讓越南完全打不出來，這是一場全員拼出來的大勝。過去幾場中國隊進球很少，可在半決賽竟然一下進了3個，而且如果你看完了整場比賽，你甚至覺得進3個太少了。這屆杯賽打到現在，中國隊竟然還是0失球。今天幾乎所有5-5開的球 50-50， 中國隊都基本拿下來了。現在看來決賽日本隊還很難踢，起碼這一次中國 U23 是真的有一戰之力，就看到時候的戰術安排和球員的狀態。项余望這個小伙子本來搶2點就是他的強項，10幾分鐘跑出來多少機會，他就是屬於這種搶2點中間能力補射特別強的前鋒。今天下半場第47分鐘，中國隊的帶刀後衛彭笑在角球中頭球破门。第52分鐘，项余望在禁區前閃轉騰挪，旋轉再旋轉，左腳抽射打進死角。第74分鐘，由於肘擊了拜赫拉木，越南的後衛范里德染了紅牌，越南被迫10人應戰。中場前補時第8分鐘，拜赫拉木助攻王玉棟破門，2個超級替補帶領中國隊3-0鎖定勝局。想一想，中國國足各級國家隊上一次能夠在洲際賽事打進決賽，還是2004年的亞洲盃，那一次決賽對手也是對日本，最後當時在自己家門口主場輸了個1-3。
22年過去了，經歷了那麼多的嘲諷和謾罵，希望中國 U23 可以真正揚眉吐氣一回。現在計劃有變，中國 U23 準備奪冠，決賽我們來了！這真的是見證歷史，一球未丟進決賽，換作過去你敢想啊？看這一場中國隊的防守確實厲害，反搶導致越南完全發不上力，甚至有點中國球員的防守在越南面前感覺有些殺雞用牛刀。所以還是過去的劇本，防守时只要上身體，越南球员仍然是毫無招架之力。不過过去李鐵下課後李霄鵬帶的中國隊兵敗越南河內，可謂是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無忘告乃翁啊！成功晉級以後 ，U23 眾將在更衣室也是激情舞蹈，特別是首開紀錄的帶刀後衛彭嘯，更是展現了他曼妙的舞姿，非常好，年輕人就應該有年輕人的樣子。那麼1月24日，中國 U23 將和日本爭奪本屆亞洲杯 U23 的冠軍。到時候老 K 也将直播跟大家一起觀看這場比賽。沒說的，作為華人足球難得高興一次呀，也等了多少年了。好，另一方面，日本 U23 也是1-0小勝韓國 U23。上半場37分鐘，小泉佳玄在亂戰中補射破門，而韓國隊張碩恆的遠射擊中門楣，最終遺憾落敗。這場比賽日本隊的戰術就是東亞杯的翻版。上半場日本隊展示了進攻的多樣性，而下半場落位防守一樣沒有丟球，所以日本队本場踢完真是省下了不少體力。那麼本屆賽事日本隊打進了12個球丟1個球，是賽事進球最多的球隊，而中國 U23 打進4球1球未丟，又是本屆賽事丟球最少的球隊。最強的矛攻最後的盾，朋友們，你猜比分最後会是多少？可以在留言区寫下你的預測。对了，本届比赛中国队擊敗的2個淘汰賽對手烏茲別克斯坦和越南隊都是各自小組第一，還有小組賽中國隊擊敗的澳大利亞隊最後也是小組第一。那麼現在只剩 B 組的第一日本隊還沒有被中國隊擊敗，所以決賽紫禁之巔，咱們決賽再見吧。曼城啊，曼城真不知道在搞什麼鬼，不僅是聯賽給曼聯送溫暖，今天在歐冠又給博德閃耀送了個1-3。上半場第22分鐘，對方的布隆貝格傳球，卡斯帕霍後點頭球破門。2分鐘後，曼城的中後衛阿勞恩有低级失誤，布隆貝格再送助攻，卡斯帕霍2分鐘內进了2個球。而下半場第58分鐘，博德閃耀是越踢越勇啊，海魚格轟出一腳世界波，技驚四座。直到2分鐘後，曼城才由切爾基在禁區外的貼地斬扳回一城。不過噩夢還沒有結束，2分鐘後，后腰羅德里在1分鐘內連吃2張黃牌被罰下。現在看來，曼聯2-0取勝曼城的含金量在降低呀。最近這2場球徹底暴露出來，馬克斯·阿萊恩這麼小的小將根本就沒有踢英超的能力。說實在的，甚至趕不上中國 U23 的彭嘯。2個丟球都是因為他，第一個球因為他冒頂導致的，慢慢吞吞回來還不盯人，完全把人給漏了。第二個自己又玩大了。可以說馬克斯·阿萊恩以一己之力毀掉了曼城所有人1年的努力。眼看着曼城中東土豪靠着買已經把重建完成了，可千里之堤毀於蟻穴，阿萊恩呀阿萊恩，他還只是個孩子呀。哎呀，這要加上曼聯進的那些越位球，2場比賽被灌了接近10個。曼城和巴薩果然很相似，後防都是同樣的抽象。可是人家巴薩進攻猛啊，起碼中前場的配合很流暢，能出機會。進不進另說，可瓜迪奧拉的曼城在後衛傷了之後，中前場也不知道怎麼又回到了過去那一坨一坨的感覺。前一段時间曼城抓轉換打得挺好的，前場的2次球搶得一愣一愣的，現在卻又回到了過去的老配方，又在慢慢騰騰的倒腳，結果被打反擊，想着就靠最後的門將錢多多多納魯馬，每次對方的反擊單刀半刀都給撲出來。別的不說了，趕緊給錢多多加錢吧。這後防爛的呀，曼城是一點默契都沒有。在老 K 和自己的朋友們正在罵劉易斯留神的時候，馬克斯·阿萊恩挺身而出，一個人攬下了所有的鍋。那麼好吧，咱們再看看劉易斯留神這樣的一個球員，在英超在曼城踢球，周薪還能5萬。說句實在的，他真的比中國 U23 的彭嘯更強嗎？很多朋友都給我留言，這劉易斯是不是曼城瓜迪奧拉的私生子啊？或者瓜帥是不是有什麼把柄在他手裡？初聽起來很荒誕，可一場一場看下來，這劉易斯還能打主力，首發又打滿了90分鐘，你到哪兒說理去？看来江湖上的事兒無風不起浪，這劉易斯跟瓜迪奧拉還真就有些說不清楚了。那麼今天瓜帥玩花活，派出的首發陣容創造了曼城在歐冠的一項紀錄，24歲84天，這是曼城隊史歐冠最年輕的首發陣容。看起來似乎輕敵，其實是曼城真的沒人了。
打個博德閃耀，至於上那麼多主力嗎？嘿嘿，沒辦法，光是劉易斯這個位置就得找一幫人補鍋。本來這一把贏了歐冠，基本淘汰賽就穩了。加拉塔薩雷對現在的曼城來說還真不好打，像格伊、像塞门約還沒有在歐冠注冊，可是主力出戰的曼城竟然輸了個1-3。場上看來看去，也就奧萊利和胡桑諾夫想贏球，踢得還可以。這裡着重說一下後腰羅德里，他回來以後曼城就沒好過，看來大傷之後身體是真的不行了。而且羅德里一回來，瓜迪奧拉又開始執迷於過去那無效的傳控，覺得傳控又行了，又開始瞄邊兒。再加上賴因德斯啊得了貝林厄姆的病，作為中場球員本職工作沒有幹好，淨往前插。買他本來是要替代京多安的，結果賴因德斯完全沒有防守作用，也不知道是賴因德斯太喜歡前插，還是瓜迪奧拉的安排。丟位置賴因德斯丟得太狠了，出球和擺脫樣樣都不精通，對抗也一般。事實證明賴因德斯完全沒有辦法替代京多安，不過這多半還是瓜迪奧拉的戰術問題。本來曼城上半賽季喜歡用的聖誕樹陣容效果挺好，但羅德里復出之後又不用了，開始打單後腰，獎勵自己一把傳控。所以就像今天亨利的點評，曼城的逼搶和防守反擊做得不好，關鍵球員離隊以後沒有替代者，球隊正在為曼城關鍵位置長期沒有完成更新而付出代價，尤其是缺少像過去卡爾沃克那樣具備極強的回追能力的球員。亨利說，如果你是一支強調控球的球队，但高位逼搶做得不好，也無法有效遏制對方的反擊，同時又失去了像凱爾沃克這樣可以彌補一切的球員，那麼局面就會變得非常被動。以前佩普瓜迪奧拉總能讓你幾乎感覺不到有人離開，阿圭羅走的時候並不是沒人注意到，但曼城球隊依然能夠運轉。大衛席爾瓦離開的時候也是類似的情況，但現在的問題在於這些離開的球員並沒有被真正替代，這就是根本原因。我們在節目開始前也聊過，這就是為什麼今年和去年他們選擇在1月份引援，因為曼城對之前的引援並不完全滿意，這是以前很少見的情況。如果你既壓不上去也防不住反擊，那你很難長期把陣線維持在高位，一旦丟球不能第一時间奪回來，就很可能演变成對方的一次反擊，對方的一個進球，甚至是一個定位球，球隊就會陷入麻煩。是的，亨利說的不錯，所以罗德里回來打主力之後啊，瓜迪奧拉又開始玩傳控。幾個月前那一套已經進入正軌的戰術又被瓜迪奧拉給放棄了。還有就是哈蘭德真的不適合在瓜迪奧拉的體系下，雖然哈蘭德進了許多球，表現非常好，但關鍵時候總是拿不到球，經常被鎖死。瓜迪奧拉的體系還是適合那種能夠回撤組織拿球的中鋒，而哈蘭德適合那種打快速反擊給他奔跑空間的球隊。輸了球之後把哈蘭德給鬱悶壞了，接受採訪的時候他說，毫無疑問對方在主場的表現非常出色，所以最後來看這場勝利是他們應得的。我不知道我們做錯了什麼，我們盡力了，但好像就是少了點什麼。我和羅德里、多納魯馬、萊因德斯一起完全承擔責任。我們這些有經驗的球員，我不想責怪任何人，但我們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，因為最終我們的表現不夠好。我們是曼城，我們不能這樣踢。今天我真的沒有答案，我沒有答案。我們不能这樣踢了球卻不能贏得比賽，不應該是這樣。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向每一個曼城球迷，每一位今天為我們加油的球迷道歉，因為這真的是太令人尷尬了。我不想談論我現在的感受或什麼的，我在場上的機會也挺多，我們的比賽實在太多了，我盡力做到最好，這是我的工作，我也會為下一場比賽做好準備。所以多多少少的感覺哈蘭德在暗示戰術方面還是有問題。而主帥瓜迪奧拉面對採訪，他總結的倒是輸球的問題在於我們曼城缺人，球隊確實處在困難時期，現在只能耐心等待球員回歸。瓜帥說，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曼城球隊存在大量的人員缺席，尤其是在後防線位置。穩固的後防線向來是球隊穩定發揮的保障，但目前我們正缺少這樣的穩定性。今天我的曼城球員們在場上的拼勁兒值得肯定，尤其是在10人應戰的情況下，很多球員都突破了自己的極限。接下來我們必須迅速調整狀態，備戰對陣狼隊的比賽，以及之後和加拉塔薩雷的對決，同時等待傷員們逐步歸隊。就像之前輸給曼聯的那場比賽一樣，當時球隊的表現也確實有些沉悶。好，今天取勝之後，博德閃耀也是首次在歐戰賽場擊敗英格蘭的球隊。這支挪威球隊過去對陣英格蘭球隊的戰績是1平5負，而且這也是挪威的球隊時隔24年再次在歐戰賽場擊敗英格蘭球隊。上一次還是2002年10月，當時維京隊在歐聯杯主場4比2戰勝過切爾西。今天另一場比賽客場作戰的阿森納這塊老 K 是猜對了。
阿森納3-1戰勝了國際米蘭。開場僅10分鐘，阿森納就在中路打出了行雲流水的配合，連續的一腳傳球，最後熱蘇斯一個鏟射破門1-0。但8分鐘後，國際米蘭做出反應，蘇切奇後插上推射破門。但這個時候，阿森納角球隊發威了。第31分鐘，特羅薩德在角球進攻中頭球擊中橫梁，熱蘇斯頭球補射破門，梅開2度。最後中場前第84分鐘，澤凱賴什在反擊中一腳兜射破門，3-1鎖定勝局。於是阿森納在英超聯賽7分領先，在歐冠賽場7場全勝，在聯賽最近7輪不敗，各項賽事已經7場客場不敗了，甚至英格蘭聯賽杯也有7名球員進球。最後就看能不能提前7輪奪冠唄。那麼國際米蘭沒辦法，作為老牌國米球迷，老 K 非常知道國米的實力。國米對阿森納的差距就是意甲对英超的差距。當對方的球队身價是自己的2倍甚至更多的時候，結局大概率已經注定了。簡單說，聯賽差的是錢，國米差的也是錢。但是從小世界杯90年代的意甲看到現在，英超領先意甲，英超是一步步追上來反超的，沒有辦法，現在已經是雲泥之別。所以英超球迷甚至有一種錯覺，歐冠對英超的球隊來說比聯賽要好踢多了，主要是在比賽中場上有空間，而英超聯賽的節奏是其他聯賽比不了的，特別是意甲這種。作為老球迷，要不是因為情懷，誰看意甲呀？意甲聯賽現在球員接完球，你還能想想該怎麼辦？在英超哪有這種時間和空間？過去國際米蘭在穆里尼奧時代，在小西蒙尼時代，他的風骨，他的球風是对強队能夠坚忍不拔的对抗。但本賽季的国米已經徹底變成打強隊啊，不是給1分就是送3分。目前只能虐菜，只能靠虐菜穩定，看能不能拿下意甲冠軍。但也沒辦法了，如果這賽季能拿個意甲，也算是很好的結果了。但坦白講，下半程的 AC 米蘭和那不勒斯可能會更穩一點，奪冠也難。陣容和上個賽季比幾乎一模一樣，但是阿切爾比老了，索莫更是老化嚴重，恰爾汗奧盧也傷了，鄧弗里斯也傷了，這倆的缺陣影響很大。但同樣也能看出來，阿森納能夠組建2套陣容，這是什麼樣的實力和強大呀？就今天阿森納替補上來的5個人，得轉身價總共3.4個億，所以國米輸的也不冤。真可以說一句，阿森納的替補都要比國際米蘭的主力要厲害得多。國米今天最大的收穫還是22歲的小將克羅地亞人蘇切奇。孩子雖然年輕，但是已經懂事了。蘇切奇才22歲，但即將迎來人生的重要時刻，很快就會與女友步入婚姻的殿堂。婚禮選得非常私密，在科莫湖一處極具格調的私密的夢幻場地。小將今天賽前說，今晚是一個重要的夜晚，從小我就夢想着能參與這樣的比賽，我迫不及待想要上場了。這種比賽通常由細節決定，我們必須關注這些小技。而賽後進了一個球的蘇切奇接受採訪又說，阿森納確實是一支優秀的球隊，他們踢得很好，但我們也踢了一場好球。我們在上半場有機會，尤其是在我們進球的那個階段。下半場我們沒能把創造的機會轉化為進球，這很遺憾。目前來說，阿森納擁有世界上最好的防守，我們給他們制造了麻煩，我們創造了機會，但我們需要更冷靜。在足球比賽中，你必須進球，他們進了3個，而我們只進了1個。至於我的進球，那是個漂亮的進球，但現在那並不重要了，那種喜悅的感覺是不一樣的。是的，今天雖然輸了球，但國米的隊長老塔羅發揮非常的好，在前場的攪和還有直塞球都很棒。不過國際米蘭的進攻一直都缺少很強力的第3個點，以前有鄧弗里斯，現在鄧弗里斯不在，就沒人能站出來。老塔羅作為阿根廷球員，今天已經踢得夠硬的了，他的回撤做球直塞也漂亮，包括反搶和對抗，有一點像全能型的前腰選手。而阿森納的陣型，中場用的是埃泽、蘇比门迪和梅里諾，前場中間是热蘇斯，左邊特羅薩德，右邊薩卡。薩卡最近有些进球荒，所以今天的狀態特別猛，在右邊都把對方給突爆了。可能因為想進球，略顯得有點毒，但除了今天沒進球之外，該做的都做了。好，今天皇馬確實如老 K 所預料，6-1狂勝摩納哥。阿維羅亞上任以後，上一場比賽皇馬的球員已經展現出極強的精神氣質。那麼今天開場僅僅5分鐘，巴爾韋德助攻，姆巴佩破門。第27分鐘，維尼修斯助攻，又是姆巴佩進球。第52分鐘，維尼修斯再次獻出助攻，馬斯坦托諾收穫了歐冠的處子球。第57分鐘，還是維尼修斯的傳球，對方的科雷爾不慎自擺烏龍。第65分鐘徹底打花了，維尼修斯自己爆射破門，皇馬5-0。第73分鐘，皇馬後場玩火，對方的特澤破門。
第82分鐘，巴爾韋德直塞貝林厄姆晃過了門將得分，皇馬每一個球星都爽了一把。所以老 K 在上一场比赛后对皇馬士氣和精神面貌的表揚，特別是下半場，今天是徹底得到了釋放。還是那句話，自我表揚一下，老 K 真的太懂球了。其他的先不說，至少在前場逼搶上，阿維羅亞的皇馬相比於之前的無頭蒼蠅般的亂跑，今天球員們算是真正懂得了如何封堵對手的傳球路線，節省了大量體力，這一點就比阿隆索帶得好。再加上比阿隆索更會處理球員關係，維尼修斯進球後第一個和他擁抱。記得過去齊達內在上任的前2場也有大勝，所以阿維羅亞和齊達內上任之後的這種精神上的屬性效果很明顯。還是那句話，足球有多種多樣的以弱勝強，更何況這一次弱勢方是皇馬。那麼只要有今天的這種專注度，踢強队輸球不怕，皇馬球迷都能夠接受，畢竟現在是混亂時期。現在阿維羅亞的皇馬的風格明顯是穆里尼奧式樣的，10幾年了，終於又看到皇馬這種一腳出球的直塞球，防守反擊再加打縱深，而不是慢吞吞的控球。比較下來，過去阿隆索的戰術，一套戰術就能把幾乎所有隊員的缺點都暴露了。踢了半個賽季，阿隆索的皇馬仍然只能指望居萊爾和姆巴佩連線，而阿維羅亞現在這一套雙內收型的邊後衛，至少打低端局保證了中場的控制力和侵略性，虐菜也能夠多點開花。阿維羅亞知道姆巴佩的小技術一般就把姆巴佩放在弱側的右路，而且姆巴佩肯聽話，就不是阿隆索能比的。另外，姆巴佩在賽季初的時候體能相对不錯的情況下，拼搶還是很積極的，但踢了半個賽季，一次輪換都沒有，直接導致姆巴佩的體能消耗，整支隊伍也進入了惡性循環。那麼阿維羅亞在皇馬的第一場球輸了，算是天崩開局。不過這2場比賽後，明顯能夠看到皇馬隊伍的凝聚力在急速提升。再想想1-2個星期以前阿隆索在的時候，整支隊伍的氛圍都極其詭異。姆巴佩的小技術雖然一般，但在皇馬也是過人王，創造機會也是最多的。過去在歐冠奪冠的賽季，皇馬左傾特別嚴重，巴西雙子星和貝林厄姆3個人一直在控制皮球的傳導。可姆巴佩來了之後，安切洛蒂試圖讓巴西雙子星和他一起配合，但每次配合到姆巴佩這裡就會停滯。姆巴佩的傳球力度和準確性和巴西雙子星的配合還不夠默契，所以左傾在皇馬消失了。現在贏了就好，所有的問題只能在發展中去解決。就像今天這麼打下去，很快姆巴佩就能找到和維尼修斯之間的化學反應。賽後阿維羅亞太會說話了，阿維羅亞說，維尼修斯不僅擁抱了我，也擁抱了所有的皇馬球迷，我們大家都為他找回狀態感到高興。球隊和球迷間的這種情誼正是我們想看到的。維尼修斯需要伯納烏，我認為球迷喜歡他的表現，他們會繼續支持他的。而我和維尼修斯聊的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東西。一個感受到伯納烏支持的維尼修斯是無可阻擋的，當他開心的時候，他就是最突出的球員。如果我們想爭奪所有的冠軍，我們就需要這樣的維尼修斯。我為他感到高興，因為這是他應得的，他配得上所有隊友的擁抱和伯納烏的掌聲。對維尼修斯和所有皇馬球迷而言，這是一個十分圓滿的夜晚。我私下裡跟他說了什麼？沒什麼，跟我在這裡說的一樣。我只是跟他說，我們需要他全力以赴，他會成為一名至關重要的球員。我需要他開心，專注於自己的比賽。看到他享受比賽，他知道我完全信任他，他可以盡情展現他的才華，自由施展他的魔法，這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責任。那麼今天比賽後，皇馬的機構關係總監布特拉格諾也盛讚了維尼修斯，他認為維尼修斯的進球堪稱精妙絕倫。布特拉格諾說，維尼修斯這一仗的發揮堪稱現象級，他打進的那粒進球更是精妙絕倫。貝林厄姆同樣收穫了進球，這對皇馬來說十分關鍵。今天賽後，小熊維尼修斯也終於樂開了花。他說：“我今天參與了6個進球中的4個，哈哈哈哈！有這種表現，今天我們開場後注意力就非常集中，有效地將球在左右兩側轉移。我能夠經常拿到球，這是最適合我的節奏。最近這段時間很不好過。”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，尤其是我，既有噓聲的原因，也有外界對我的討論。我希望我成為焦點，是因為我在場上的表現，而不是場下的行為。也許我不會一直都在最佳競技狀態，但我總是全力以赴。我和姆巴佩之間也有默契，我和他以及隊裡所有的球員配合都太簡單了。我們應該繼續保持，主場作戰就必須拿出值得球迷支持的表現。我們必須恢復正常，如果我們團結起來，我們能有所作為的。今天進球的那一刻真的很爽，
我給了好多助攻，隊友們都說我得進一個。我們是一家人，大家朝夕相處，我們有信心，只要拿出最好的狀態，我們會成功的。關於過去對我的噓聲，我非常難過。我不希望在自己的主場被噓，這本來是我感到最自在的地方。但最近幾場比賽我都不自在，因為我一表現不好，一有失誤就會被噓。但球迷有權利這麼做，畢竟他們買了這麼貴的門票。我不理解，但我會繼續進步，永遠為這支球隊和這家給予我良多的俱樂部而奮鬥。關於阿隆索下課以後很多批評指向我無能為力。我在場上唯一能做的就是上場並全力以赴。我不會一直在最佳狀態，但我總是在竭盡全力，盡我所能讓所有人都舒服。有人需要進球，我就努力給他助攻；需要我防守，我就努力防守。我不是队裡最好的後衛，有其他更合適的球員。但媒體可以說他們想說的話，球迷也有自己的看法，他們覺得應该批評我。但我覺得進步的最好方式就是回到主场，並受到伯納烏球迷的歡迎。我一直都說，皇馬球迷是世界上最好的球迷，他们對球員要求很高。我必須一直在最佳狀態。我經歷了艱難的一年，因為我沒能踢出我想要的表現。但繼續前進很重要，因為我想在這裡待很長時間。關於續約，大家一直在討論我續約的事兒，但我的合同還有1年，我們對此很淡定。我信任主席，主席也信任我，我們關係很好，我們會在適當的時機解決這些事兒的，我們不急。好吧，今天的維尼修斯1個進球2個助攻，他當選了歐冠官方全場最佳球員。昨天的標題老 K 取的是拯救大兵維尼修斯，今天的比賽就給了最好的答案。打滿全場，維尼修斯完成了5次射門，創造了7次機會，均為全場最多，獲評滿分10分。所以朋友們，沒有任何事情是過不去的坎兒，只要把心理上的問題、精神上的問題解決，物質世界的困難一碟小菜。今天的中國 U23， 今天的皇馬帶給我們的東西，帶給我們的喜悅和歡樂，還有背後的思考，我們將記得很久很久。今天另外的比賽，那不勒斯客場對哥本哈根，在哥本哈根35分鐘就被罰下1個人的情況下，竟然1-1打平。而大巴黎客場1-2竟然輸給了葡萄牙體育，我的天哪！我記得評論區有一個球迷賽前就這麼預測，果然被他猜中了。還有托特納姆熱刺客場果然2-0戰勝了多特蒙德，老 K 又猜對啦！好的朋友們，喜歡的話歡迎您點讚、分享、評論和熱推，請一定別忘了點一個訂閱。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，咱們明天再見。